程程来了。开着 DIY 的皮卡房车，本期我们来到了位于山西山阴县的广武明长城，也是很多长城爱好者眼中的中国最美野长城。今天外面是有点冷，我们接下来要去爬明长城，一个老的明长城，所以路上先备点热咖啡，驱寒。看外面的雨。乡道两边都是玉米地，我们是出了朔州往南方向走。一开始是想去雁门关的，雁门关呢，也就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嘛。你过了雁门关，那就是大同平原和太原这边是连通的，然后你再往东就可以走到这个华北平原了，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地。它也是比较成熟的景区啊，但也看了照片，就是那种新修的景区的样子，青砖庙宇楼阁，反而丧失了好多古风。正好呢，我们就发现了从朔州往雁门关走的路上，山阴县有一个广武明长城，它是明长城里面现在现存的比较典型的一段，比较完整，并且它没有做成景区，保留了真正的长城的样子。所以我觉得相比于雁门关的这种景区，反正我们是更喜欢这种原生态一点。就是这两者呢是很难兼得的，因为如果说你希望有完备的交通、完备的配套、完备的这个讲解，那肯定是雁门关会更好一些。刚才呢就一直在这个乡道走，已经能看见山脊上的敌楼了。雁门关呢是在代县吧，广武明长城是在山阴县，两个县挨着。去广武明长城的路正在修路，一阵崎岖之后，来到了山脚下。就从这边上吧。我们现在正在走盘山路。按理说长城它应该也是建在这个山脊线上嘛，所以肯定是在高处。外面是有点小雨，准备换衣服，换一个硬壳，冲锋衣。哈哈哈，不怕了，这样就好多了，而且活动空间大了不少。开一下车，凯瑞也换一条裤子，毕竟还下雨，有点凉。上好了，那边吃一个那个泡面。车里有啊，车里一堆面。那面在这里吃也挺舒服呀。长城广武段，北齐明长城。这是长城里面的土坯，外面呢它实际上也是有青砖覆盖的，但是因为时间比较久了，外面这层青砖就逐渐脱落了，散落在地上。今天这天气其实挺适合爬山的。这块看的会更清楚，对吧？里面是土坯，外面是这个长城砖的一层城墙。往上爬能闻到松树的那种松香味儿，很清新。这块还有条小路，对，那走吧，从这儿走。这块是可以上去的。长城来了。哎呀，这土还能抠下来。
对，哟，这土很软，其很实。软呢。现在我们家不放。这是古代长城正经的城墙啊，不是新修的，少碰吧。都是软的。对，它外面那层砖已经脱落了。今天阴天，外面云雾缭绕，长城。这现在是在长城上面，这是中国最美的野长城。然后上面就是它的最高处，就是有一个月亮门。16年塌过一次，还是修旧如旧的一个思路，重新垒上了。这你小心啊！哎呦，这块儿不建议来啊！虽然底下是青砖，但是呢，尤其是下过雨会比较滑。哦，你看这边一直可以走，哦，还有人走得很远。这从这儿一直走的话，理论上可以走到雁门关。啊，我们就停下了，回去吧。今天这景色真的绝了。我觉得明长城是不是还着清朝的？满清，因为我是满族嘛，所以倒还好。对吧？都是历史上的遗迹，但是确实看到了这种景象呢，会觉得古代的战争会更残忍。你想，两边长城内外互相割据、互相防着，你需要去爬这么高的山，即使没有长城这个东西，其实也是很残酷的。所以能生活在和平年代还是挺好的，珍惜。探访荒废的广武明长城，我觉得比想象中要好。而且这种原生态其实现在是最理想的状态，也有一些游人。然后呢，这个长城的周边，因为之前长城申报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的时候，也经过一些修缮，所以还是比较适合自驾过来去探访的。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过来，我觉得还挺好的体验。这个真是辨识度非常高，凸出来一大块。回到车里了，然后下一步呢，我们会往新洲那个方向走，沿途会经过代县还有原平市，可能也会停留一下。先这样了，拜拜。